1946年，毛主席的一封绝密电报让山东诸将十分意外，甚至还惹得一些人不满。国共全面开战后，苏鲁两地遭受到了敌人最猛烈的进攻。陈毅入驻山东后屡屡遭挫，苏北的两淮地区更是遭到沦陷。为了走出这种困境，组织决定将山东和华中两支野战军合并，组成华东野战军，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粟裕任副司令员，战役指挥方面以粟裕为主。然而这条命令却让山东的诸位将领炸开了锅，直到陈毅借来了毛主席的一样物品，才让他们改变了态度。那么陈毅究竟借了毛主席什么东西呢？又为何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？1946年6月，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，面对强势的进攻，中央决定放弃原本太行、山东、华中三军同时出击的计划，由粟裕指挥的华中主力军在苏中内线作战。到了1946年7月，蒋介石派出了心腹爱将李默安向苏中地区发起进攻。李默安的队伍手握美式武器，那可是相当神气，带领着12万大军浩浩荡荡奔赴苏中，企图一举歼灭我军。当时粟裕的队伍就3万多人，无论是兵力还是装备，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。这让蒋介石充满了信心，认为优势在我，甚至在动员大会上撂下狠话，3个星期内必能解决苏中。1946年7月12号，李默安正准备发起进攻时，一通紧急的电话突然打来。电话另一头告诉他，作战计划暴露了，宣太被围了。原来粟裕之所以敢如此镇定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有顶尖的情报网。苏中作为我党的根据地，老百姓们等同于粟裕派出去的耳目，敌方如何布置，之后作战计划如何，粟裕全都一清二楚。所以在得知情况后，粟裕才不慌不忙地研究起地图，制定了作战方案。甚至到了战事后期，就连毛主席都对他赞叹不已。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粟裕非常清楚中央的担忧，所以他的主要任务是做战略侦察，以便中央后来的布局，并非是为了打胜仗。可经过几天的侦察，粟裕发现敌人虽然强大，但也有致命的弱点：不得人心和狂妄自大。国军料定我军势弱，所以不会主动出击。然而粟裕偏偏反其道而行之，决定先发制人，直接攻打战斗力最强、武装装备最好的宣太，打算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除此之外，粟裕选中宣太还有别的原因，因为这里本就是我军的驻扎地，在停战协议签订时期却被国军抢占。因此无论是民心还是地形了解程度，都是我军占优，并且由于宣家堡被占据时间不久，防御工事也很简陋。于是到了7月13号，粟裕带领大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宣太，而城内的守军压根儿没接到消息。等李默安收到宣太的求助时，甚至还怀疑是粟裕在声东击西，竟直接带领部队去支援了实力最弱的南通守军，最终导致了宣太失守。这一仗持续了2天3夜，最终我军成功收回宣家堡，并消灭敌军2个团和2个营，缴获许多武器设备，歼敌3000余人。而这还只是开始，后来粟裕犹如战神一般，连战连捷。到了8月8号，中央给粟裕发去电报：粟并告陈颂、张邓谭，粟于陈殿西，歼敌良机已至，甚好甚慰。如连续歼敌2个旅有便利条件，则可连续歼敌2个旅，否则可先歼其1个旅，休息数日，再找机会歼其另1旅。从这则电报中不难看出，中央对于粟裕的战果很满意，积极态度十分明显。苏中战区首战告捷，也是我军自解放战争开始以后正面迎击国军的第1场胜利，具有极大的意义。因为当时敌我差距确实悬殊，导致部分战士情绪有些低落，所以粟裕的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，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。
最终粟裕在苏中7战7捷，整个战役算下来，以3万余人对战12万余人，最终歼敌近7个旅和5个交警大队，共5.3万余人。虽然粟裕在苏中打了胜仗，但山东的诸位将领也不认为自己就比他粟裕差。再加上粟裕是新四军出身，而山东诸将基本都是老八路，双方自然不太熟悉。那么陈毅得知此事后会做什么呢？论资历，他们内部也有不少资历高的老将；论实力，谁还没有一定的战功？所以对于山东诸将来说，他们心里其实是不服的。凭什么粟裕一来就能压他们一头呢？一封电报突然空降个领导，从人情世故上来讲，他们不服气也属于人之常情，但军令又不能违背，于是他们明面上没有叫板。可当粟裕开始指挥后，大家就开始各种使绊子，抱怨干不了。这让陈毅看着直发愁，因为当年陈毅在新四军当军长时，粟裕就是他的副手。粟裕的实力如何，他可谓是门儿清。如今他初入山东就打了许多败仗，中央让粟裕帮他分析指挥，反而算是帮了他一个大忙。如今将帅不和，他这个司令员也不能置身事外。虽然陈毅也找过将领们谈心，但他们嘴上是答应了，可心里依旧不服气。毕竟大家都是军人，光嘴上说没用，还是得看他真正的实力才会服你。陈毅实在没办法，只能去找毛主席帮忙。伟人听后也有些头疼，因为现在要是强制他们听从粟裕指挥，反而适得其反，可能会加重他们的抵触情绪。时间一长，难免会生出一些变故。就在这时，陈毅看到毛主席手里的电报后，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。于是，在离开时，他向毛主席借走了粟裕在苏中战役中的往来电报。这封电报详细记载了苏中战役中粟裕7战7捷的整个过程。虽然电报内容比较简短，但诸位将领接到后都是能读懂其中含义的。所以当山东将领们看到这些电报内容后，一开始的桀骜不驯慢慢消失，转而个个露出了沉思，甚至有些人将自己带入其中，就地讨论起了苏中战役。这些将领都是有本事的，所以看完电报后也明白了粟裕的能力，渐渐开始服从粟裕的指挥。在后来初次联合作战肃北战役中，粟裕卓越的指挥才能也彻底征服了这群山东将领们，带领他们打了一个大胜仗，也为我军取得了首次大兵团的作战经验。1947年1月，山东野战军、华中野战军正式改编为华东野战军。这支新的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屡立奇功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